抽丝剥茧，还原案件真相，探索人性真假善恶，大案纪实。在本世纪初，却发生了一起耸人听闻的凶杀案。一开始坊间传言说这是一起丐帮内讧的江湖案件。大伙儿一听，现在还有丐帮呢，帮主是谁呀？打狗帮还在吗？但随着案情逐渐的侦破，真相一一还原，大伙儿才发现现实远比武侠小说来得更加的残暴。2002年4月16号，中新社发布了一条消息，说在安徽、江苏、上海等地疯狂作案30起，残杀乞丐29人的乞丐杀手谭仁红，日前在安徽六安市落网。六安市警方查明，假称自己是湖南人的谭仁红，真名不叫这个，叫刘明武，是贵州人，有精神障碍，但是经过司法鉴定，有负完全责任能力。刘明武交代他杀害了乞丐29个人。那么我们把时间推回到2002年，这一年3月17号上午10点，六安公安局接到群众报警，说解放路一个门市部门前发现了一具尸体，男性的尸体。六安的干警不敢怠慢立刻出警来到现场。到现场这么一看，发现死者从穿着和身体的清洁程度来看，应该是一名乞丐。可乞丐也是普通公民生死无小事，于是法医立刻开始进行尸检。结果发现这名乞丐是被杀死的，因为他的头部有被钝器打击的痕迹，身上也有多处的刀伤。而让民警们比较奇怪的是，死尸上面盖着2件衣服。一般来说乞丐如果被人杀死，大多数是因为抢地盘而发生的斗殴。然而在这起案件里面，乞丐身上却盖着衣服。一般殴打致死说这凶手不会再拿件衣服给他盖上吧？怕他冷还是怎么着呀？所以干警觉得凶手要不然跟这名乞丐本身就认识，盖衣服是表达歉意，要不然就是凶手具备反侦查能力，他想把死者被发现已经死亡的时间往后推。从死者的胃内容物来看，他死于3月16号深夜。这个时间段人比较少，因此凶手才能在大街上作案之后从容逃走，而从这一点上来看，凶手又显得胆大妄为。因此警方针对案犯的这些特点，开始围绕当天晚上可能有人看到杀人过程这一推理进行走访，希望能够找到凶手。但没想到的是，查了4天时间，凶手没抓到，又发生了一起命案。3月21号上午，在六安市区人民东路再次发现了一名男性乞丐的尸体。别说，肯定是一人干的，并案侦查吧。为什么判断是一个人干的呢？因为被害人的死亡原因都是受到钝器击打头部所导致，之后被锐器刺要害部位，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更重要的是，第2起案件的受害者身上也盖着衣服。六安市公安局非常吃惊，他们马上调取档案，发现本市裕安区此前曾经3次发生类似案件，于是立即成立专案组，全力侦破。乞丐被杀，这对于调查案情来说，这是个考验，是个难题呀。为什么呀？因为乞丐一般情况之下没有亲属朋友，也就是基本没人了解他们的情况，这给破案
带来相当大的麻烦。找谁去呀？去哪儿找线索去呢？经过分析，专案组发现317和321两起案件具备共同的特点。首先，案发地点都在六安市区主干道边上；其次，受害对象都是夜宿街头的乞丐；第三，作案手段相似，用的凶器基本一致；第四，时间都是在晚上，而且从案发现场脚印来看，基本可以认定是单人作案。因此，专案组认为5起案件都是一人做的。但问题来了，怎么给这么个人画像呢？怎么来分析他身上所有的特征呢？其实每次开案件分析会，专案组呢都试图把案犯的形象描述的越来越清晰。可这回的案犯呢真有点特殊。首先，这个案犯明显具有正常人的思维，夜间作案，每次出手都先击打受害者的头部跟颈部等要害部位。然而呢，从侵害的目标都是乞丐这个特定群体来看，案犯似乎不是针对具体的某一个人，而是针对一群人。这样看来，犯罪因果关系不清晰。你说是图钱？不至于啊！你杀了乞丐，你能拿着几个钱儿啊？你说是有仇有怨，那你跟其中一个有仇也就得了，你至于一杀好几个吗？这个。那么，警方推断，凶手很可能在人格上存在某种缺陷。根据这些情况，专案组决定围绕流浪行乞人员和精神上有障碍的人员进行排查。民警在市区各条道路对有可能做类似案件的人员挨个的进行调查，同时在5个流浪人员聚集点呢，安排专人在那儿守候。就在这时候，2次检测案件现场也有了发现。法医发现呢，死者身上有轻温的喷溅血迹，就此推测，案犯身上很可能也有血迹，因此在摸排之中，要求民警特别注意流浪人员的衣服外面有没有血迹。这一排查出了各种各样的热闹。民警在查访水运社地带的时候发现有个地方可能是外来人员到六安行乞的聚集地。结果呢，在一处不足30平米的小屋里，居然发现住着10几个乞丐。小屋里面是恶臭刺鼻，肮脏不堪。民警挨个的进行排查，发现4个人的衣袖上都有轻微的喷溅血迹。可是一审查，这4个人都没有作案时间，排除嫌疑了。另外，据317案发现场附近的一个群众反映，说曾经看到一名年轻的叫花子与死者发生争执。专案组呢，立刻请求目击群众协助调查，终于在市区四季春岗亭附近找到了这个年轻的乞丐。可是民警发现，这个年轻人智力低下，思维不清晰，没法跟他交流。又在附近呢寻找他身上可能存在的证据，比如衣服上是不是有喷溅血迹等等等等。但经过一段时间排查，发现他也没有作案的嫌疑。这时候警方脑仁都疼这去哪儿找去？茫茫人海呀！可是苦心人天不负很快就有了收获。在317案发现场的明珠花园门口，一个卖香烟的小摊主被民警连续2次询问，但他嫌烦，也没认真回答。当民警不厌其烦的第3次找他的时候，这摊主呢被民警的认真打动了。人民警察为人民，冲你们这态度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案发前的那几天晚上在明珠花园门口有个扫地的老人，这个老人你们不妨去查查。专案组立刻派人查问老人，
原来呢老人姓陈，3月17号当天已经干完活离开了。但是民警得到消息，3月16号老人确实在明珠花园门口扫过地。接下来民警在六安市大小建筑工地寻找老人，终于在市区皖西路一个建筑工地找到了这位陈师傅。据陈师傅回忆啊，说3月16号凌晨左右，有个穿着黑大褂的人曾经在现场逗留过，这个人很脏，像是花子。而很快另一条重要线索也出现了。民警在3月21号案发现场调查的时候，一位出租车司机反映，3月21号凌晨他在等客人的时候也看到过一个穿黑色大褂的人。那么2次案件现场都出现了穿黑色大褂的人，这个人就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专案组当即组织寻找该类人员。3月22号下午5点，民警在梅山路附近发现新兴超市对面的公交车候车人群里有一个穿着黑色人造革皮衣的乞讨男子，体貌特征与目击证人反映的案犯特征极其相似，那么凶手是不是他呢？警方根据2条重要线索，迅速的就把目标锁定在了一个穿黑色大褂的人身上。民警立刻将他控制，结果马上发现他身上有几处暗红色的斑迹，右手呢还握着一把报纸裹着的单刃短刀，于是决定立刻把他刑拘。经过审讯，嫌疑人呢说自己叫谭正红，42岁，是湖南省洪江市人，常年呢在外边流浪。由于有浓重的地方口音和自我保护的意识，对他的审讯工作很不顺利。为此，专家组特别请来了在六安市服役的四川籍、湖南籍、江西籍和贵州籍武警官兵，还有转业干部对他进行辨识。在专家组的剥洋葱式审讯方法的攻击之下，谭正红终于挺不住了，供述出自己从去年入冬以来，在六安市的金安区和裕安区采取石头砸和刀子捅等手段，先后作案5起，杀死乞丐4男1女，一共5个人。当天晚上，专案组就决定趁胜追击，他们押解嫌疑人，打算进行现场辨认。但没想到谭正红一上车就说，我一上车就乱，哪儿也分不清，不知道哪儿跟哪儿，连东南西北我都乱了。专案组就问他，那怎么样你才能认出那些地点呢？我得走着去，边走边看就认得出来。专案组见他态度坚决，心一横，得了，干脆陪着他步行辨认现场。当天晚上，专案组拿着各种设备步行了近30公里，整整1夜之间对市区5个案发地点逐一指认，并且提取了关键的物证。3月23号上午，专案组立刻派人将精神鉴定专家请过来，对谭正红的精神状况进行鉴定，并且呢，把物证报送省厅做 DNA 的鉴定比对。鉴定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谭正红具有完全的责任能力。而此时呢，一个惊人的消息传过来，在送检的凶器上，除了发现有六安市317案件受害者的血迹，同时还发现了合肥市36杀人案的 DNA 血迹。这36杀人案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当年的3月6号清晨，合肥市的一个路口，一间门面房里边失火了。消防人员呢把火扑灭之后，发现这灰烬里边竟然有一颗人头。经过合肥警方勘查，这是一起典型的杀人焚尸案。
而就在10天之前，肥东县通济大桥底下也发现了一具被焚烧的尸体。合肥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专案组，通过对现场证据进行梳理，认为死者都是乞讨人员，作案手段呢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应该并案侦查。然而经过10多天的侦查，一无所获。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啊，六安公安局的专案组才发现自己逮着了一条大鱼。原来这个谭正红不仅在六安作案，在合肥也曾经杀过人。同时专案组发现，自2011年2月至10月，江苏徐州市、宿迁市以及安徽泗县等地已经连续发生15起杀害痴呆和乞讨人员等盲流系列案件。这些案件很可能都是这个谭正红犯下的。而且经过层层的审查，发现谭正红的身份有假。根据他提供的信息，在洪江市根本找不到他的身份证明，看来他根本就不是什么谭正红。专案组决定立即向省厅汇报。省厅了解了案件的来龙去脉之后，不敢怠慢，立刻把信息传到公安部系统进行排查。很快，谭正红的真实身份就被查出来了。他就是出生于贵州省，流窜了12年的连环杀手刘明武。刘明武是贵州省松桃县乌罗镇胜利村人。当他的真实身份被揭开之后，专案组立刻决定围绕他的流窜轨迹进行排查，并且向相关流窜地区发出协查通报。3月31号，徐州市刑警和安徽省其他几个市的刑警分别派人到六安市展开并案调查，结果发现两地案件与六安伤害乞丐案件现场的侵害手段有着惊人的相似。此时呢，刘明武知道大势已去，把一切罪行都供述出来了。原来自1990年以来，刘明武先后流窜安徽、江苏、贵州等地作案。据他交代杀死的乞丐足足有42人之多。当年4月9号，专案组民警押解刘明武赴徐州指认现场。这时候的刘明武又故态复萌，说自己这坐车根本没法辨认地理位置。得了吧，没法接着陪他走吧。又是徒步带着他指认犯罪现场。当天就横穿了徐州市4个区，步行50多公里，跑遍了8个现场。4月21号，专案组又穿越湘西大山，进入贵州省松桃县刘明武的家乡，终于查明了刘明武曾经在1990年和1997年分别在当地杀死2个人的犯罪事实，并且完善了相关的证据材料。他在老家杀人又为什么呢？10几年前的刘明武因为在贵州老家跟村干部发生冲突了，一怒之下动手就杀死了村干部的儿子。杀了人之后，他也知道这得偿命这个赶紧跑吧，就潜逃了。而之后呢，又先后流浪到江苏、安徽、上海、河南等地。流浪乞讨期间呢，他渐渐的就变得非常讨厌身边的乞丐，而理由呢很奇葩，说我就觉得他们太脏。结果他就一次又一次的杀害那些无辜的同行。就因为这样奇葩的原因，谭正红杀了很多的乞丐。
具体杀了多少，他也记不清楚了。而经过专案组认真的核实调查，犯罪嫌疑人刘明武交代的42起杀人案件之中，被证实的有32起，其中有2个人呢，后来被救活了，可以证实刘明武12年间一共杀死了30个人。而最后上法庭的时候，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明武于2001年2月至2002年3月，采取用石头砸、砖块砸、刀捅、焚烧等手段，共作案23次，其中被杀死22人，未遂1人。那这儿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案件数量的递减，为什么会这样？第一，刘明武自己交代是42起。第二，可被证实的是32起，杀死30个人。第三，被指控的只有23起，杀死了22个人。综合这些呢，大伙儿也就自然而然的会有这些疑问。当然是因为这些案件找不到切实的证据，还是最后被当成了无头案去处理了，各种可能都有，咱们呢也不知道确切的原因，咱就也不过多揣测了。公诉机关当场出示了2002年6月25号安徽省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技术鉴定组出具的安徽省精神病司法鉴定书，鉴定结论为习惯与冲动控制障碍责任能力评定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法庭依法判处刘明武死刑。2002年11月6号上午，杀人狂魔刘明武在六安被执行枪决。